近期，解放军持续组织海空兵力在台海方向战备警巡。周日晚间，台防务部门通报称，当天共有27架次解放军军机进入台所谓西南空域。通报中首次出现外形为运20的加油机的身影，引发岛内媒体广泛关注。有分析指，运20家族一旦再添新机型，将大大提升解放军空中加油能力。该装备将成为中国空军的力量倍增器，让中国战机拥有更长的制空和战斗时间。使中国能够扩大其在周边空域的影响力。周日晚间，台防务部门发出通报称，当天台海上空再次出现庞大的解放军巡台机队。据台军方的统计称，周日解放军有空警500机2架次，运9机1架次，轰6战机5架次，外形为运20的加油机1架次，歼10战机6架次，歼11战机4架次，歼16战机8架次进入所谓西南防空识别区。事实上，今年9月，运20总师唐长红院士在出席第13届中国航展新闻发布会上就曾经介绍，运20不仅可以作为战略运输机，还可以作为一个重要平台，在其基础上改装多型特种飞机。比方说，他做的话一些这个特种的，这个像加油机啊等等，像这一类的飞机，实际上它是一个平台上面会有很多系列化的衍生发展。那我们的话呢？这个也在这一方面有所计划，有所规划。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称，外形为运20的加油机是首次出现，与2架歼16战机同行穿出巴士海峡，疑似在演练空中加油的战术。一直研究解放军动态的岛内学者分析称，此次解放军很明显是攻击机群编队飞行。运20家族改装的空中加油机，其加油能力可延伸解放军打击航程，并深入台湾东南方，势必对台湾造成影响与压力。这种空中的训练，比如说过去我们的这个飞行的机种啊，机型可能比较少，而且呢数量也是比较少的。现在呢机型比较多，数量也比较多啊，而且呢这个形成一个常态化，我觉得这是对这个台岛啊这分裂势力的这种警告，就是我对你的这种打击的能力啊越来越强，越来越大。那么你要走台独这个路，那就是死路一条，就是你可能被挤压，或者是被打击的这个速度，毁灭的速度可能是更快。台湾前空军高官张延廷称，这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演练。解放军加油机将在巴士海峡一带形成空中加油走廊，替歼16战机进行加油演练，以达到战机掩护加油机、加油机替战机加油的目的。还有岛内军事专家认为，该型空中加油机日后若大量服役，代表解放军空军战斗机能大幅提升在第一岛链外缘甚至西太平洋空域的制空时间和载弹量，能够替轰炸机、预警机、电侦机等护航。此举可让解放军空军体系化打击机群获得在实战中的作战能力，不仅可有效执行对台湾东部战力保存区的打击任务，也可执行针对美军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任务能力，真正成为远征型空军，让台湾空防压力大幅增加。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已经被大陆列为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的吴钊燮，也在周日夜间发文狂言，大陆胁迫的手段很明显就是要台湾屈膝降服。他还以近乎歇斯底里的方式声称，千万别搞错，我们永远不会屈服于压力，永远永远永远不会。对于吴钊燮的此番言论，有岛内网友讽刺，不过是场面话而已。更有网友表示，你不要现在喊一喊，到时溜回美国就好。分析指，引发岛内热议的应该是解放军新型加油机。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加油型运20一旦投入批产，将提升解放军空中加油能力。该装备将成为中国空军的力量倍增器，让中国战斗机拥有更长的制空和战斗时间，使中国能够扩大其在周边空域的影响力。过去我们讲是一种雪中送炭，为什么呢？因为你比如说歼15这样的飞机啊，它是一种伙伴加油，就是给这个歼15加油的飞机也是歼15，那它这个制空的时间比较短，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加油量比较少，所以你有了运20之后，可以给一个机群啊来加油，那这样的话它的作战能力是大幅度提升啊。所以过去我们说这个伙伴加油是一种雪中送炭，就解决了加油的问题，但是现在有了这种运20加油机之后，可以说是锦上添花。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这个运20加油机啊，它加入人民空军以后呢，可以整个的提升
就是人民空军的这种战略作战的能力，或者说战略空军的这个能力的短板啊，其中一块短板它是给补齐了。外界注意到，解放军军机台海战巡已是常态。10月4号，台当局2度发布即时军事动态称，当天日间发现56架次解放军军机进入台空域，创下纪录。在台当局发布11月28日即时军事动态前，一家岛内亲绿媒体报道称，解放军军机本月每日不差地抵近台湾附近空域，本月还差2天就达到全勤。上周五，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在台海方向战备警巡，有关行动是应对当前台海局势的必要举措。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我军神圣使命。战区部队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随时反击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而就在上周六，央视军事频道军事报道栏目就配发了东部战区空军组织对地实弹射击的新闻报道。从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出，解放军战机明显是在海岛上空进行飞行训练，并对滩岸实施实弹攻击。飞行员前期首先根据敌地岛防空武器的性能进行地面的突击航线的规划，根据地面高大障碍物以及地面的起伏情况进行超低空突防。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周一消息，当天美海军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从日本三泽基地起飞，自南向北穿越台湾海峡上空空域。这是美军军机今年以来首次穿越台湾海峡。P-8波塞冬反潜巡逻机是美国波音公司设计生产的新一代海上巡逻机，用于取代老型号 P-3C 巡逻机。该机主要用途为海上巡逻、侦察和反潜作战，装备有先进的声学、光学和雷达传感器。针对美军舰机穿越台湾海峡，解放军东部战区多次指出，美方有关行为性质恶劣，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一切威胁挑衅。